终于等到 OPPO 的2亿像素了。虽然来的是稍微晚了点啊，但是 OPPO 还是给大家憋了不少狠活的。这一次有新的拍摄模式、新的视频影调，还有老朋友们，但全新升级。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，你这影像旗舰到底几分成色？乍一看就是一个2025年手机该有的样子，但 OPPO 比较牛的是，把用过这么多次的矩形 deco 愣是画出来了一种新感觉。而且比起奥利奥镜组挤在左上角，省下来的空间电池也能用，直接堆到了7500毫安时。现在看来，今年手机的 deco 设计基本上就3分天下了。哎，不同风格，你们选哪个呢？这一代一共有3种颜色，张扬个性一点的选红色，沉稳一点的嘛，太色也很耐看，白色就是踏实的，有质感不出错。好，我忍不住要讲一讲这一次的拍照了，新东西实在是太多了。第一个关键词，高像素。这一次有一个新的模式，哈苏超清，这个是真的狠啊！色彩其实和默认模式是一样的，最关键的提升就是画质，笑死了！哈苏超清不是哈苏色彩，大师模式才是。默认情况下，3个镜头都会开启5000万像素，光照好的情况下，解析力会更有保障。但是剩下的就有点理解门槛了哦。这2个开关都分别代表了一个高像素模式。这个图标是 4K 动态图，4K 这个词放实况照片上面确实有点小众，但是效果直接看。它动起来的时候，手机屏幕上几乎完全看不出来清晰度和图片有啥区别。这家伙带来的临场感简直是夸张啊！你看静态的时候是这样的，但是动起来之后呢，小朋友和远处的冲浪者一下子就生动起来了。再看这个傻傻的袋鼠，我仿佛都能闻到草坪的味道。而且我才知道啊，原来薯条是不怕水的。更变态的是，现在还可以把实况照片这样3拼出来，还是4K 超清。想象一下，把这个级别的动图发小红书，简直是直接把小伙伴们一把拽到了当时的那个环境里面。而且这个功能估计还能独占一段时间，因为听说啊，这个功能非常难做，这估计研发的头发都熬光了吧。对了，我还试了一下，如果 AirDrop 到 iPhone 上面，居然也能原汁原味的保留4K 的实况照片，之后直接和 iPhone 的小伙伴碰互传，让他摸不着头脑。第2个图标就是长焦的2亿像素，但好玩的是，拍照就会有一段非常好看的拼图动画。出来的成片全是原汁原味的细节，优势是算法味道不重。看看这个细节量，更狠活的还在后面。我们先来看一组对比，这一张里面房屋的斜纹，背后路牌的颜色，这一张墙面的纹理，这些细节可是怎么锐化都不可能找回来的。为啥呢？其实是因为它们连分辨率都不一样。等，别着急喷，别看刚才像素数不一样，但都是相机默认举起来就能拍到的效果，不需要任何额外的一步，甚至在打开相册看到分辨率之前都不会有任何体验的区别。怎么就不能对比了？这次 OPPO 想让你手机里面的5000万像素不再只是藏在高像素模式里面，偶尔才能用一次的 feature， 这也是这一次相机最底层的逻辑。只要条件允许，它就给你输出尽可能高的画质，尽可能任何时候都榨干高像素传感器，而不只是在2倍 ISA 的时候才想起来。所以只需要举起手机，这就是你日常能够拍出来的照片。平时拍照的时候，如果你想要拍实况照片， OPPO 最高也能输出2500万像素的成片，清晰度一样炸裂。但是，一旦你想要抓拍、想要连拍，又或者是在暗光之类的情况下，它就会无缝切换到1200万像素的照片，这一切都是默默进行的。除开这些，这代拍照升级还紧紧围绕着另外一个关键词：情绪价值。怎么说呢？就像有很多人看不起富士，但有很多人真的是因为用了富士，捡起了出门拍照的兴趣，那它就比参数高得多的其他相机都要强。我觉得 OPPO 影像最后一块隐藏的拼图，就是这一种围绕尝试和分享的小设计，率先尝试分享实况啦，分享拼图啦，还有节假日的特殊水印啦，绝对一眼就能让人好奇，你这啥拍的？这一代大师模式又加上了一个65:24的比例，这个数字用过哈苏的小伙伴都知道是啥意思哦。这个电影感太上头了，而且说到这个 X Pen 模式升级回归了，之前被砍掉的动画被加回来了，再加上新的音效。而且
这回 X Pen 出来的图既可以是高像素的，同时还支持 Pro XDR， 看起来超级还原。而且更好玩的是，视频也有哈苏风格的大师影调了。入口在专业视频这里，在这排你将会获得一段影调完全不一样的视频，效果就像是动起来的大师模式。总之，色彩就是用的非常克制，再加上 4K 120帧杜比世界和10比特 log， 完成度已经非常不错了。我觉得 X9 Pro 体验最好的地方就是硬件升级之外，这还是一代好玩的手机。你可以用大师模式留住真实的光影，有接近哈苏色彩的视频色彩，也有几十种水印，超绝仪式感的取景框。你想要真实，还是想要跟朋友分享 ，X9 都有相应的选择。甚至我觉得它比现阶段的 X8 Ultra 更能鼓励你去追求自己的作品。当然还有新硬件、新系统，我很期待的 ColorOS 现在又升级了一个大版本。我来帮大家总结一下，首先就是 AI 小布能力更强了，这一代小布记忆能记的事情更多了，只需要一按就可以记录完整的视频，然后帮你总结好，还附带重要时间点的超链接。现在也能记取餐码了，这一个小玩意儿看似方便，但是人类大脑是真的记不住一点啊！截个图，直接相册无用垃圾加1，现在一键下去就可以上岛了。用完了之后就可以点掉，非常的丝滑。这一代的小布还有一个入口，点开就是这一次的新功能 AI 实景问评，这样小布就能对你眼前的所有东西做出反应，问问品种，问问地标，体验还挺新奇的。这颗盆栽是什么品种？这盆盆栽的品种是袖珍椰子。不管怎么说，领先国行 Apple Intelligence 一个版本，好吧？哇哦！除此之外，这一代全面接入苹果生态 ，iPhone、Mac 都有兼容的适配，又补上了 Apple Watch 和 AirPods 的生态联动。如果恰巧想要双持手机，这个肯定是加分项。硬件上 ，Find X9 Pro 就是定位大杯旗舰，电池加大了，超声波指纹也终于给到了。这一下轮到 X8 Pro 的用户羡慕了，屏幕也升级了一下，这次最低可以支持到1尼特，用太久了或者是离屏幕太近了，都会弹出提示。晚上躺床上可以多玩5分钟手机的说是。你好。当然，换代期间最大的换代还得是这一颗天玑9500，再加上新一代潮汐引擎，看看性能表现如何。我们狠狠地跑了2个钟的满画质原神 ，OPPO 的帧率整体非常稳定，正面和背面温度接近40度，前台 UI 电量消耗了25%，明朝半小时最高画质测试里，帧率依然很稳。我们还试着播放《流浪地球》2小时，看完只消耗了7%的前台电量，7500毫安时的大电池还是很顶的。这个表现你们觉得怎么样呢？总的来说呢，这一次 OPPO Find X9 Pro 提升蛮大的，新的影像硬件和拍摄模式都让人很想把这个手机拿到户外去拍。我觉得新手机比起纠结参数上面是进步了还是踏步，这种功能和软件的变化能不能实际改善体验，反而是新手机更大的看点。话说你们换手机最看重的是哪一部分的升级呢？OK， 那么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这期视频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记得给我点赞、3连关注哦，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那我是千里，咱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